1958年，美国蒙大拿州的一个夏夜，一个叫比尔·耶恩的小男孩躺在草坪上，遥望着夜空中划过的金色光带。在几万英尺的高空是3架一组的 B-52轰炸机，它们的尾迹在夕阳的余晖下闪闪发光。在男孩的眼中，那是美国空军力量、科技与守护的象征。1965年的越南，一个叫张如桑的越共蜷缩在丛林的地堡里，他听不到高空中 B-52引擎的轰鸣，只能感受到大地开始剧烈的颤抖，仿佛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泥土和碎石像冰雹一样从头顶落下。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世界末日，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大脑尖叫着让我逃离，我却无处可逃。同一架飞机在不同人的眼中，既可以是散射着温暖辉光的守护天使，也可以是撼动大地的残酷恶魔。它诞生于冷战的巅峰，本是为了一场末日核战而生，却在越南的丛林里投下了如雨的铁炸弹，也在阿富汗的山谷里执行过外科手术时的精准打击。他的飞行员祖父开过他，孙子还在开，他就是航空史上的活化石，飞行了近70年的传奇 B-52同温层堡垒。今天火力军就和大家一起揭开这架不朽的巨大轰炸机的全部秘密。大家别看波音这几年属于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但大家也都知道，波音祖上那也是阔过的。尤其是2战期间，堡垒家族的威名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柏林到东京，到处都有他们的老熟人，为击败轴心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你可以质疑 B-17和 B-29， 说盟军不分昼夜的地毯式轰炸，随时随地拉响的防空警报，并没有对纳粹的那些死硬分子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但每天都在下降的工业产能、支离破碎的补给线，对纳粹造成的伤害却是实打实的。更不要提正是 B-29投下了2枚原子弹，给了轴心国最后一击。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堡垒系列的成功，让美国开始相信，想要在战争中赢过对手，就要飞得更高更远，把炸弹扔到对手的工厂里去。这也是所谓轰炸机制胜论的基本思想。不过，随着胜利的消息传到后方，2战结束，世界各国开始裁军，大量的士兵和武器装备退伍，士兵的预算自然也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但美国空军却因为具备核武器的投送能力，在其他军种都要饿死的情况下，反而获得了大量的资源倾斜。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崛起就是在这里开始的。现在让我们回到1945年底，来看看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刚刚发布的新型战略轰炸机的预期性能参数。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项目最终诞生了我们今天的主角 B-52。但如果把这个招标中的指标和同时代的轰炸机做一个横向比较，大家有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B-52似乎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当时的美国空军对新型轰炸机的要求是能够在不依赖其他国家的空军基地的情况下执行战略任务，并要求能够在1万米的高空上以每小时480公里的速度巡航，作战半径为8000公里。而最终获胜的波音462方案采用6台莱特 T35 涡桨发动机驱动，平直翼，总重量160吨，作战半径预计为5000公里。这个参数大家看上去眼熟吗？眼熟就对了。康维尔说我也眼熟，这玩意儿不就是我家 B-36的翻版吗？看过火力军之前的节目的朋友可能有印象，早在1941年，美军就委托康维尔公司设计了一个6引擎的洲际轰炸机，用于从北美直接轰炸柏林。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B-36拖到了1946年才首飞。这架飞机结构和操控都很复杂，设计也颇具特色，但美国空军一直没有放弃它，甚至不惜因为 B-36的预算跟海军翻脸，完全是因为当时能满足洲际核打击任务的只有康维尔的这架 B-36。但 B-36的问题是，它虽然能把核弹扔到苏联任何地方，但飞得太慢了。随着喷气式战斗机的出现，轰炸机固有的高空高速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而对于波音的这个462方案来说，问题也是一样的。美国空军的大佬们越看越不满意。1948年10月，波音的顶尖工程师团队带着他们精心打磨了好几年的涡轮螺旋桨方案，信心满满的来到俄亥俄州的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准备向空军做最终汇报。结果空军的亨利皮特沃登上校只看了一眼图纸，就给他们判了死刑。他扔下一句话：螺旋桨已经过时了，我要喷气式的，下周一再来找我。直接把波音的工程师们浇了个透心凉。先不说临场改需求这件事有多畜生，从周4到下周一只有3天时间，用3天去推翻一个搞了好几年的方案，重新设计一架全新的飞机，怎么想都是天方夜谭。
但那个时候的波音团队可以说是群星闪耀，这群技术狂人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团队负责人乔治·施奈尔冲出基地，跑到戴顿市里的一家模型店，买了一堆做模型用的巴沙木、胶水和油漆，又顺带薅上了正好在戴顿市出差的另外2个波音顶级工程师。6个人把自己锁在当地范克里夫酒店的房间里，开始了一个载入史册的疯狂周末。他们不休不眠的设计、计算、再推翻、再设计。最终在周一的早晨，当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空军基地时，他们手上拿的不仅仅是一叠新的设计图纸，还带去了一个放在架子上的漂亮的14英寸比例模型。这个模型借鉴了之前 B47 的启动布局，彻底颠覆了之前的设计，将后掠角从20度增加到35度，动力也从6台涡桨发动机变成了8台普惠公司的 G57 喷气式发动机，2两一组吊在机翼下方。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B52 的真正雏形，波音464-49方案。沃登上校一看，当场拍板，就它了，这就是我们要的 B52。然而设计稿报上去没几天，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老大，那位脾气火爆、一点就着的柯蒂斯·李梅将军又发话了。他指着 B52 那类似 B47 的串联式座舱说，这飞机不错，但把那个飞行员一前一后的座舱给我换成并排的，不然我不买。李梅的坚持在当时看来只是为了方便飞行员交流，但在几十年后却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正是这个改动，才在驾驶舱内腾出了空间，塞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站位——电子战军官，让 B52 在未来几十年的电子战环境中有了无限升级的可能，也为他今天的长寿埋下了伏笔。这个我们之后再谈。不过 B52 并非没有竞争对手，在那个年代，想挑战波音霸主地位的人也不少。我们的老熟人康威尔公司就不服气，他们把自家的 B36 拉过来，也搞了个魔改，拆掉活塞发动机，换上后掠翼和8台喷气式发动机，变成了 YB60。虽然康威尔的 YB60 方案比波音的方案便宜得多，但首先钱对于美国空军来说不是问题，其次 B36 的设计理念本身就落后了，跟 B52 原型机一比，飞得又慢又笨重，很快就被淘汰了。不过要说 B52 的一生之敌，那还得说苏联。就在波音3天创造奇迹，放弃涡桨方案的同时，大洋彼岸的图波列夫设计局却像是捡到了宝贝，他们也搞出了一个后掠翼的战略轰炸机，但由于搞不定喷气发动机的技术，坚持用了4台巨大的涡桨发动机，驱动着8副反向旋转的螺旋桨。这就是后来让北约头疼了几十年的图95战略轰炸机，它的独特的轰鸣声成了冷战的标志性声音。更有意思的是，苏联的另一款中程轰炸机图16后来被中国远洋引进，摇身一变成了轰6。可以说 B52 的这几个同辈个个都是狠角色，也都成了各自国家空军的常青树。话说回 B52， 毫无疑问，在和一众轰炸机的竞赛中， B52 笑到了最后。有了 B52 这把终极利刃，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终于可以把他们的座右铭理直气壮地刷在每个基地的门口了。至于你问他们的座右铭是什么，其实挺奇怪的，叫做和平是我们的职业， Peace is our profession。 这话乍一听起来其实挺讽刺的，一个掌握着毁灭世界能力的军事单位居然说自己的职业是和平。但对于 SAC 的缔造者柯蒂斯·李梅将军来说，这逻辑完全没毛病。他曾经说过，我认为克制使用武力比起滥用武力来说更不道德，因为从长远来看，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只会导致更多人失去生命。克制只是在拖延斗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梅的和平观非常朴素，只要我手里的棒子足够大，大到没人敢动我，大到所有人都不敢动，那世界不就和平了吗？而 B52 就是李梅手里最大的那根棒子。1957年，一份名为《核时代的威慑与生存》的报告被放在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呼吁紧急加强美国的导弹技术，提升进攻性和防御性军事能力，将美国军费开支增加 50%， 并重新设计美国国防部。从我们后来的角度看，这份报告中关于苏联军力的部分被严重的夸大了，尤其是在1957年就宣称苏联已经拥有了上千枚洲际弹道导弹，更是极其耸人听闻的。毕竟直到1961年，苏联满打满算也只能摸出来4枚洲际导弹。艾森豪威尔还是非常理智的，基本上对报告中的内容一笑置之。但出于战略性的警惕，从1957年底开始， ICAC 启动了全天候战备值班的系列行动。首先是常态化的地面值班，在任何时刻，全美有1/3的 B52 都处于上膛的状态，他们的油箱是满的，机腹里装着货真价实的核弹。机组成员就住在跑道边的地下掩体里，这些掩体被形象称之为鼹鼠洞。警报一响， ICC 控制的所有轰炸机和加油机都必须在15分钟内冲上天空。有老兵回忆说，当时这种战备值班就是无数个小时的无聊，夹杂着几分钟的极度恐惧。
李梅晋升为了空军副参谋长，他的继任者托马斯 ·S· 鲍尔新官上任3把火，觉得光是搞地面战备还不够刺激，很快又搞出了一个更疯狂的计划——各穹顶行动。简单来说，就是每时每刻都有 B-52 机队的1/16挂着核弹，沿3条路线，在苏联边境附近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苏联人一抬头就能看到美国的核大棒在自家门口晃悠，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只要苏联人敢轻举妄动，就当头给他一棒子。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鲍尔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下令将空中警戒级别立即提升至1/8。在最紧张的30天里，每天都有75架携带核弹的 B-52按照预定的航线进行不间断的巡逻。但这种高强度的巡逻背后藏着的其实是巨大的风险。1966年，一架 B-52在西班牙上空和一架 KC-135加油机相撞，4枚氢弹掉了下来，3枚掉在陆地上，1枚掉进了地中海。美国海军出动了整个舰队，花了将近3个月才用深海潜艇把那枚氢弹捞上来。有个叫《怒海潜将》的电影，讲的就是这件事。2年后，另一架 B-52在格陵兰的图勒空军基地附近起火坠毁，4枚氢弹的放射性物质把一大片冰川都给污染了。美国人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把那些被污染的冰雪和飞机残骸清理干净。这2起断舰级别的核事故让全世界都捏了一把冷汗，也让各穹顶行动最终被叫停。可以说，在整个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 B-52就是核威慑的化身，它的大部分飞行都是在为一场永远不希望打响的战争做准备，直到战火在遥远的东南亚丛林里被真正点燃。显然 B-52也不是什么参议员之子，越南战争让 B-52第一次开始执行常规作战任务，他执行的任务代号叫做湖光，但对于地面上的越南人来说，这道光如同来自地狱。B-52从3万英尺的高空投弹，地面上没有任何预警和征兆。当北约军队意识到有轰炸机飞过的时候，爆炸已经开始了。幸存的越南士兵形容那种感觉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整个世界都在颤抖，人的意志会被瞬间摧毁。为了让这支 B-52能装下更多炸弹，美国空军专门给 B-52D 搞了个大肚子改装，把原本只能装27枚炸弹的弹舱硬是塞进去了84枚，再加上翅膀下面挂的24枚，一架 B-52D 一次性就能泼洒下108枚炸弹，总重超过27吨。1966年 B-52 平均每月都要投放超过8000吨炸弹，而在1968年的牺牲战役期间， B-52 的出击次数只有各型战机的10%，却投下了1半多的炸弹，总重量高达59000吨，足以证明战略轰炸机卓越的运载能力。但要说起来，越南战争中最能体现 B-52 价值也最具争议的事件，那毫无疑问是1972年底的后卫2行动。当时美军正在逐步撤出越南，但在巴黎的谈判陷入僵局，尼克松于是决定对越南下狠手，用 B-52对北越首都河内进行一场最大努力的空袭，通过展示强硬态度逼迫对方回到谈判桌前。然而这场被寄予厚望的行动开局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问题的根源出在远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哈马的 SAC 总部，那里的将军们虽然掌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轰炸机部队，但他们眼中的很多人还是按照老一套的经验来办事。他们固执地认为 B-52 最大的威胁是空中相撞，其次是越南人的战斗机，最后才是导弹。于是他们制定了一套堪称自杀式的战术，所有 B-52 排成一队，分3波在夜间接近河内，每波采用相同的进击路径，并在同一高度飞行。投完弹后再做一个标准的大角度转弯向西返航，而且连续3晚，每天晚上都是相同路线进出。这简直是把 B-52 的飞行路线图明明白白地画给了越南人看。而越南人也确实不是吃素的，早在 B-52 轰炸河内之前，他们就派人到南方的战场研究 B-52 的电子干扰信号，把它们画成图，最后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因为封面是红色的，被称为红宝书，如何击落 B-52。于是历史性的一幕发生了。1972年12月20日晚，第3次空袭越南的导弹操作员们人手一本红宝书，按照预定的剧本，对着天空中排队飞来的 B-52 发射了一枚又一枚萨姆2导弹。当晚6架 B-52 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电子战能力较弱的机型，整个第2波次的攻击甚至被指挥部紧急叫停。这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因为战损而被迫终止任务。空军历史学家厄尔蒂尔福德称，多年来在无人防守的丛林中投掷炸弹以及例行核战争的训练，在战略空军司令部内部滋生了一种几乎导致灾难的思维定式。糟糕的战术加上过度的自信，使后卫行动的最初几个夜晚对 B-52 机组人员来说如同噩梦。消息传回华盛顿，尼克松总统勃然大怒，他对着电话咆哮，我让你们去打仗，不是去送死。就在 SAC 总部的将军们手足无措的时候，来自前线的怒火爆发了。驻扎在泰国乌塔堡基地的指挥官格伦沙利文准将冒着被送上军事法庭的风险，直接越级向 SAC 总司令发电，痛斥总部的战术是谋杀，
并强烈要求允许前线部队自行制定战术。他的抗争最终得到了回应。在36小时的圣诞节停火前， ICC 将战术策划的细节下放到了关岛第8航空队司令部，而前线的作战参谋和连队指挥官们直接改变了原有战术。12月26日晚，120架 B-52 从四面八方不同高度，如同潮水一般，在短短15分钟内涌向河内和海防。这一次轮到越南人崩溃了。遮天蔽日的箔条、护航战斗机和野鼬鼠压制机将他们的防空系统彻底淹没，指挥陷入一片混乱。68枚防空导弹仅有2枚命中目标。不过，这场被称为圣诞节轰炸的11天里，最知名的事迹要数一架 B-52 的机尾炮手萨缪尔·特纳中士。在一次任务中，他用斯廷老掉牙的.50机枪成功击落了一架前来偷袭的米格21战斗机。这是 B-52 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反杀战斗机的经典战例。总之，后卫2行动最终以美国的惨胜告终。在这期间，15架 B-52 被击落，33名机组成员被俘。由于地毯式轰炸造成的连带伤害，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多个国家都谴责了这次行动。时任瑞典首相甚至将其与卡廷惨相提并论。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也致信尼克松，批评了这次行动，给尼克松直接干破防了。美国国内更是将其形容为野蛮而毫无意义。当然，有人会说 B-52 这是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美国在越南最后的体面，但在火力军看来，后卫2行动更像是一场宏大的葬礼，宣告了地毯式轰炸时代的终结。但随着各种精确制导武器的运用， B-52 退出历史舞台了吗？并没有，恰恰相反，现代的 B-52 变得更加强大。1991年，冷战的铁幕轰然倒塌。为了遵守和苏联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数百架 B-52G 型轰炸机被开到了亚利桑那州的飞机坟场。在这里，等待他们的不是安享晚年，而是一把重达13000磅的巨大断头台。咔嚓一声，机翼被斩断，在几下机身被切成数段，残骸被整齐地摆放在沙漠里，确保苏联的侦察卫星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架飞机死透了。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B-52 这个冷战老兵该和他的记性兄弟们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时，一场新的战争又一次将他从养老院里拽了出来。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开战的第一夜，全世界的目光都被飞向巴格达的 F-17 隐形战斗机所吸引。黑色高级隐身轰炸机投下精确制导炸弹，定点清除高价值目标的战术，震撼了全世界每一支空军。但很少有人知道，打响战争第一枪的其实是7架从美国本土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基地起飞的 B-52G。 这次任务的代号叫做高级惊喜，而机组成员们则更喜欢叫它神秘松鼠。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达35小时、往返14000英里的不间断飞行，创下当时航空史上最长的作战任务记录。他们使用的武器更是当时美军的顶级机密 AGM-86C 常规空射巡航导弹。AGM-86 这玩意儿原本是用于低空穿透苏联防空网、投送核武器的，现在用来打伊拉克，基本上属于大炮打蚊子。AGM-86C 将原有的核弹头换成了常规弹头，并加入了 GPS 制导系统。在 F-17 一脚踹开巴格达大门的同时，这些从 B-52 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精准地摧毁了伊拉克的电网和通信枢纽，瞬间瘫痪了萨达姆的指挥系统。海湾战争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 B-52， 甚至是战略轰炸机的另一面。用来做地毯式轰炸只是最浪费的用法，将其作为空中作战平台来用才是现代化轰炸机运用方案。如果说海湾战争只是小试牛刀，那么21世纪的反恐战争则彻底颠覆了人们对 B-52 的认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面对的不再是成建制的军队，而是藏在山洞里混在平民中的游击队。传统的地毯式轰炸已经派不上用场， B-52 的角色也从一个工程锤变成了一个在战场上空24小时待命的飞行弹药库。它的武器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 JDAM， 说白了就是给那些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老式铁炸弹装上一个带 GPS 导航和唯一的智能屁股，成本低，效果好，一发就能端掉一个山洞。但真正让 B-52 脱胎换骨的是莱特宁等瞄准吊舱，这玩意儿相当于给这架老眼昏花的老爷机戴上了一副超高倍率的红外加激光狙击镜。在阿富汗的山谷里，地面上的特种部队只要用激光照射一个目标，天上的 B-52 就能看得一清二楚，然后精准地扔下一颗炸弹。一位经历过的 B-52 飞行员费斯帕克回忆说，在猛狮行动中，他的机组接到了地面部队的紧急呼叫，一个塔利班的迫击炮阵地正在疯狂开火。地面上，战斗控制员对着无线电大喊，如果你们再不快点，我就要完蛋了。费斯帕克的 B-52 立刻对准目标，投下了一颗捷达姆。片刻之后，无线电里传来了地面控制员平静的声音，谢谢，已经搞定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从无差别覆盖的地毯式轰炸到影响单兵呼叫的秒级支援， B-52 完成了他服役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进化。
而为了让这架老爷机能跟上21世纪的节奏，它的内部也早已被掏空重造。驾驶舱里那些老式的机械仪表盘被换成了易水的彩色液晶大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玻璃化座舱。老旧的 J57 涡喷发动机在制型上就换成了更省油、推力更大的 TF33 涡扇发动机，再加上新升级的主动电子对抗系统、雷达告警和光电观测系统，其内核早就不是李梅当年梦寐以求的那个大棒槌了。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要问了，美国现在不是有更先进的 B-1B、B-2 和 B-21 了吗？为什么还要爆改 B-52 这个爷爷辈的飞机呢？原因很简单， B-52 身上有3个无可替代的优点。第一就是便宜， B-2 飞1个小时的成本够 B-52 飞大半天了。第二个优点是全能， B-52 堪称美国空军的武库管理员，从最小的500磅小炸弹到几吨重的钻地弹，再到最新的巡航导弹和水雷，几乎没有它挂不了的武器。 B-52 巨大的机翼和弹舱给了它无限的可能。第三，能熬， B-52 可以在战场上空盘旋10几个小时，在反恐战争这种需要长时间指控的治安战里， B-52 这种随时待命、随时响应的能力，简直是地面部队的亲爸爸。正因如此， B-52 在美国空军中的地位非但没有动摇，反而愈加重要。它不是在被淘汰的路上，而是在不断重生的路上。讲到这里， B-52 的故事似乎应该画上句号了，但对于这架飞机来说，它的历史或许才刚刚过半。在美国空军的计划中， B-52 将一直服役到2060年甚至更久，这意味着那个知名的 B-52 笑话可以继续往下编。可以说 B-52 早已超越了一款武器的范畴，它的设计理念源于一个地毯式轰炸、用吨位决定胜负的野蛮时代，但它今天执行的却是信息时代点对点的精确打击任务。从冷战时期 ICC 机组人员在鼹鼠洞里的紧张等待，到越南上空伪炮手与米格战机的生死对决，从沙漠风暴里的第一次巡航导弹突袭，到阿富汗山谷里为地面士兵提供的空中保护伞，它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风云变幻。最终，我们或许可以回答那个最初的问题：这架飞机，它既是守护者，也是毁灭者。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和平是我们的职业”这句格言最真实的写照。用终极的毁灭能力来维持一种脆弱的、令人敬畏的和平。它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它自己就是一部活着的航空史。好了，今天关于 B-52 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大家觉得 B-52 还能再战多少年？ B-21 能够取代 B-52 的地位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